做的不错。累坏了吧？我也累坏了。从大学体育考试结业之后，我就没怎么跑过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，现在2条腿都软了，估计明天下楼你得扶我。哎呀，实在想吃一碗你做的炸酱面，就是不知道这么晚了有没有卖酱了。哎，我记得咱家冰箱是空的。我怀孕了。你说这个点儿还有没有卖？你说什么？我怀孕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你怎么没告诉我呢？我本来想打掉的。为什么呀？我们家是这个情况，你是这个德行，我又是这么个工作，生下来怎么带啊？这不是添麻烦吗？那你怎么就不想打？我今天看见你抱着那孩子跑过来，我觉得你能。你一定是个好父亲。我舍不得。原来我救的是我自己的孩子。张总，你可想好了？要了这个孩子，咱俩会面对什么？算是到了。哎，放心吧啊，明儿我一定把这车拿去修理。这里是私房菜吗？这
这是我家。我父亲的病情，我大概也了解了一下。这个肿瘤过大，而且粘连了气管，现在又发生了食管破裂。如果需要请其他专家，费用上你不用担心，尽管提。你父亲既然交给陆晨曦，没什么好讨论的，他怎么要求你怎么配合就是了。整个嘉林市，在食管癌方面，没人比他更擅长了。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一件事，信任他，配合他。杨院长对陆大夫的评价真高啊！看来杨院长排挤陆大夫的传言，应该是谣言。哎呀，排挤！我为什么要排挤他呀？我是胸外科的主任、代理院长，他就是一个主治大夫，我们之间能有什么矛盾啊？这医院里的一些传言，哪个单位没有啊？嗯，不错嘛，当了院长心胸开阔多了。你还说我呀？你又是捐款他的研究项目，又表态在吻合器上让步，为了老爷子的事儿，你可够下血本的。哎呀，墙内损失墙外补吧。从今天起，在今后的2、3年内，我会减少吻合器在你们仁和医院的销售任务。但是，我同时会加大其他几个医院的推广力度嘛。工作重心往几个2、3线城市转移一下，公司的报表也绝对不会难看。不光吻合器，别的器材和药品的购进量，也要逐步的往下减一减了。明天还不在啊？你们信息科管电子病历的科长到底上不上班啊？不是都1星期了？不是，喂，你别挂，喂 ，Come on。哦 ，Don't worry， 这当 please have breakfast。我一点也吃不下。你知道吗？我论文要用的数据我都跑了2趟了。他们那个科长，第一次告诉我他在开会，第2次告诉我他病了。我今天问，又跟我说他去学习了。我说那你们总有人替班吧？结果替班的人跟我说，医院小，他级别低，看不懂数据使用文件，怕犯错，不敢给。哪个医院？晋阳中心医院啊。嗯，那不是我们的包袱医院吗？你没跟他说严华是你爸？他们知道，我第一次就说了。我去，不会吧？怎么了？难道我爸把触角都伸到那儿去了？他累不累呀？看来拿下你们胸外科还是办不成。哎，小冉啊，你杨姐呢？她跟护士长去院里开会了。哦，你忙去吧。好。这样啊，你先吃早饭，吃完饭呢去找马主任帮我请半天假，我帮你把数据拿出来。你认识他们院长啊？不认识啊。那你有那么大本事，吹牛的吧？你签字、批文都拿到了，但是人家就不给你数据，对不对？是啊，人家也不说不给你，就是给你拖。我第1期数据出不来，第2期批文真的拿不到了。吃饭吧，啊，吃完饭帮我请假。你不跟我说实话，我不吃，我也不给你请假。兄弟啊，我告诉你一个规律，这办事儿啊，你就算签字、手续、批文再齐全，你找老大，还没有找拿钥匙那个使唤丫头管用。主任院长我不认识，但是晋阳中心医院管电子病历的程序员是我那个，你懂的。哎呀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那要菌株爆发的事情，我不能不考虑吧？怎么，
现在证明耐药菌株和我们公司的器材有关吗？没有证明。那不就得了？我可以保证，先锋公司的器材和药品绝对没有问题，经得起任何调查。再说了，你们医院在救灾期间发生的感染，完全是因为接诊量太大、消毒不完备造成的。这个感染者的比例在救灾期间，那完全是正常范围啊。你们公司器材的质量，我是完全放心的。但现在麻烦就麻烦在有人因此致死了。杨院长，你也是教授专家了，耐药菌株的菌培养不是1天2天就能做出来的。有些患者自身的体质比较差，又长期使用多种狂谱抗生素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等不到可以调整出控制感染的联合用药，就发生什么脓毒血症、酸中毒、多器官功能衰竭，这完全是正常的医疗现象。你不能因为个别的死亡病例就减少购金量。你别急呀，我知道死亡病例跟你们的器材扯不上关系，你们的器材都是合格的，我才敢进的。但是，那你担心什么？我明白了，老杨，你不是担心查器材，你是担心有人查你，对吧？减少先锋公司器材的使用，实在是迫不得已。非常时期，谨言慎行，希望你能理解。老杨啊，你这是因为子轩快要上完研究生了，用不着我们了。没关系，啊，有什么条件可以提，好商量嘛。江总，没这个意思。你还别提杨子轩，我巴不得你开了他呢。他在肿瘤学上发表的那篇论文，你又不是没有看。那部分有关你们公司的数据，你看了不担心？担心什么？不过就是学术期刊上的一篇论文而已，看看就得了，没有人会在乎的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平常人看看是罢了。可真要有人关注仁和使用你们公司器材数量的实际情况，这篇论文说好听了是数据，说难听了，那就是证据。爸，我上班去了。脸还没洗呢就去上班？顾部长，你等一会儿，我跟你说几句话，你再去。来不及了吧？就3分钟。说。你说，你妈多长时间能行？是几天，还是几个月，还是几年？爸，我不想骗你，这事儿谁都说不准。那你就准备这样过下去了？我怎么了？头发不梳，脸也不洗，下了班哪也不去，就在这陪着你妈，你觉得这样好吗？你想让我怎么样？我想让你像个人似的。我没那个心思。你得有这个心思，
这不是为了你自己。无论你妈妈信不信，她都不希望看到你这样。我也不希望，病人更不希望看到一个这样的大夫。我知道了，我尽量吧。我这就洗脸去。明天是星期天，你去跟小庄、小陈他们去逛逛街、散散心，别过来陪我了。爸，就这么定了。你妈妈的事，咱们只能求过程，不能求结果。尽最大的努力，做最坏的打算。别哭，我知道这些话你常对病人说，今天我就说给你听。人这一辈子不会总是交好运，你不能因为一个坏运气就把自己的生活搞乱了套，这样下去，什么好运都让你们瞎跑。爸，我们院心理科还缺人，您去吗？去，心理上班去。走了。怎么样？我像亲爹吧？这管医疗数据的程序员是我一老熟人，几个医院的电子数据后台呢都是他维护的。他呢还不定期轮休，今天你也是赶巧了，哎，赶上了，运气好。哎，赶紧走吧，有什么话进去说。哎，有些话咱得现在说清楚，一会儿进去了，不管看见什么，回来不许乱说。啊？有些事儿看见了就当没看见，懂吗？不懂。哎，懂，快进去吧。这些文件不早就签了吗？怎么一直没送到我这儿啊？还让你私下走后门？哎，院长打个招呼呗，他就是想压我，但是手续齐全，你给我绝对不违规。规范的工作程序都在这儿呢，我这就给你们调。你们找我可就找对了。这些电子数据啊，就是我一人在用。他们那帮领导就是想帮你，找不到我，他也帮不了。哎，是，还是你面子大。你这朋友真仗义。哎，那当然。行了，你的事儿我也帮你办上。说说咱俩吧。你俩？咱俩不是正常同事友谊吗？你少来，失联多久了你？既然今天来了，就别走了，晚上跟我回信吧去。哎，别，我等会儿还有事儿呢，我。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我饭店都订好了，叫上你那朋友一块儿。不，哎呀，去，不就吃个饭吗？去什么去呀？我下午跟媳妇儿做产检呢，我。你说什么？哥，你就不能晚点再说吗？我再给你想想办法。拿着，赶紧滚！谁想动？你不在，我要见到你。哥，我杨姐知道这蓉蓉吗？你给我闭嘴啊！
你要敢告诉杨宇的话，我打断你的腿。你还是琢磨琢磨你自己的腿吧。连杨姐这么生猛的姑娘你都敢娶，你胆真大。我是不敢不娶啊。不是，那杨宇不认识他呀？你说的？你一直看着我的，我什么都没做。喂，亲爱的，程小聪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。不管你在哪儿，你赶紧回来。医院里突然通知说要开会，那天参加过陆晨曦妈妈抢救的医生护士都要到。啊？杨宇，你回来了？怎么回事？我也不清楚，突然把我们所有人都叫过来，说有事情要问，还非得一个一个进去，弄得紧张兮兮的。程小聪，叫你呢。为什么呀？谁知道？你们是几点钟接到这电话？下午1点。谁打来的？现场急救的工作人员。到达现场后，是谁做的检查？是我和陆晨曦。当时患者情况如何呀？伤员当时失去意识，不应答，脉浅快，呼吸弱，休克正常。通过检查，我们发现变形的窗框插入伤员的胸廓，出血量大。这个判断是谁做出来的？是你还是陆晨曦？是陆晨曦，他通过窗框插入的位置判断出有可能刺破了腔静脉。据现场工作人员反映，你和陆晨曦当时就处理手段还产生了分歧，请说明一下。也不能算是分歧。当时我认为，如果现场拔出，血管会失去挤压力，会立刻造成大出血。但是陆晨曦判断，窗框已经造成了移位，必须立刻处理。最后我还是同意了他的决定，立即拔出窗框，实施抢救。回去限制运动，伤口不能沾水，3天后换药，到门诊复查。先把破伤风打了，伤口污染要吃3天抗生素啊。啊，知道了，大夫，谢谢啊。慢走啊。来，跟我来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刚才在院里开会，院办组成了一个调查组，调查你妈的病历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早就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，没想到来这么快。都问你什么了？重点问了出血量有多大啊？当时你妈情况怎么样？几点几分都问得非常详细。提到壮硕了吗？提了，当然提了。下急救车到老庄接手，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那调查的可详细了。我就如实回答了。但是后来进手术室了，我就没跟着了。他们没让你去啊？没有。他们肯定知道我会说什么呀。也是啊，现在你俩这关系，全院都知道，说什么你都不会卖了他的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了啊，这超低温疗法本身也是一件挺冒险的事儿，那院里组织人调查也正常，你呢也别想太多啊。真要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就好了。你替我一会儿，有事靠我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干嘛去？你别去院办，人家没找你，别去这事儿行吗？不去院办。杨院长，我的委托人林欢认为，林浩先生在仁和医院抢救直至死亡的过程中，仁和医院和其主治大夫庄树存在严重过错。我们这次来是根据委托人的意愿，向贵院提出道歉和赔偿的要求。我们对林浩先生的不幸去世深表遗憾，但是我们坚持认为，在整个治疗过程期间，我们院和庄大夫并没有重大的过错。请进。陆大夫，有事吗？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杨院长，我刚刚去您办公室了，
他们说您在这儿，我能占用您几分钟时间吗？你来的正好。林小姐，陆大夫你认识吧？认识。你好，陆大夫。你好。陆大夫是我们医院的专家，也是你父亲的首诊大夫，整个的治疗过程他都清楚。陆大夫，你给林小姐和许律师讲一下吧。从科学的角度来说，这个耐药菌株感染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哦，好的。不是，哎，别动！我说大夫，你会不会缝啊？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啊！哎，哥们儿，你是实习生吧？你给我找个正经大夫行不行啊？我已经专科实习了，转科的时候我就缝合过的，你别着急啊。你是不是好久不干了？哎，算了，你别缝了，我不缝了，我回学校，我找校医缝去了，马上就好，马上就缝好了。一个仁和医院都缝合不了你的伤口，太丢人了吧？副院长，我来。副院长，您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。副院长，刚刚对不起啊，我太紧张了。没关系，我来吧。对不起啦，我们急诊的大夫刚开始轮转，不太适应工作。我给你缝合吧。哎，谢谢您啊，院长。副院长亲自教缝合，这种机会我都没赶上过。副院长来做示范。入针要垂直，拉坏弯针经常是因为入针方向和角度不对，对皮要整齐。打结的时候不能太松，也不能太紧。每一个线尾啊，要留得充足，否则就容易脱落。外伤缝合是外科最基础的基本功，这个基础不扎实的话，之后的一切都不会牢固。好了，你们给他消毒就好了。谢谢院长。那就来吧。不疼吧？好好教他。你放心。希望您能理解，人有差异，细菌也有差异，看似类似的病症，用同样的方式，在每一个人身上效果都是不同的。很不幸，您父亲是这次极少数的不同。林小姐，陆大夫刚才的解释，你能接受吗？对不起，虽然我个人对陆大夫十分感激，但这并不能改变我对仁和医院所采取救治措施的质疑。我父亲确实是在同病房住进了 HIV 患者之后，病情才加速恶化的，这是事实。
到现在你们把死亡原因都推到个体差异性上，我不能接受。既然你不接受我们的解释，那就2个方案：委托市医疗调解委员会去进行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，或者直接到法院起诉。我们同意请医调委来处理。好，这件事情以后就交给医务处吧。啊，好，今天就到这儿了。姚院长，哦，都忘了你还有事找我，说吧。关于我母亲低温疗法手术的事儿，我想跟您谈谈。请进。副院长，您找我。庄教授，进来吧。不好意思，没地方让你坐了。不用客气。找我什么事儿？灾害已经过去了，院里的工作也恢复了正常，我也该回疗养院。临行前有些事，我想给你一个交代。这幅字是我一个老师，已故医大老校长沈涛写给我的，挂了好多年了。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听说这句话最近2年很流行。说起来容易啊，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这一点？说得对，非知之见，行之为鉴。庄先生，麻烦你帮我取下来吧。1984年6月3日，张淑梅取药单的原件在这里。
我说的没道理吗？陆晨曦啊，经过了这么多事儿，你能不能长进一点呢？你现在来找我是什么意思？庄树是我请来的，我自然要保他。你难道会认为这次调查是我安排的吗？我不想问调查是谁安排的，我只是作为病人家属提出要求，说明情况。庄大夫对我母亲的救治，我是认可的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他并没有违规啊。你在仁和也不是第一天工作了，违不违规是病人的家属说了算的吗？即便你作为病人的家属不去追究他，庄树也的确使用了特殊的治疗手段，不是吗？你也觉得庄大夫违规了吗？我的意见不重要，现在是院务会要调查他，违不违规还没有定论。这次调查，我作为庄树的直接领导都要回避，你来找我又有什么用呢？那您要是这么说的话，我是当天的接诊大夫，也参与手术了，院务会怎么不来问我啊？你急什么呀？到了该问你的时候，自然会来问你的。你现在更重要的身份是病人的家属，工作之余照顾好你的母亲那是第一位的。当然了，院里也会考虑到你的精神状态，包括和庄树的关系。我跟庄树有什么关系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谈工作。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讲的？没有了。戒了很多年，现在都有些不会抽了。刚从老仁和搬到新大楼的时候，这烟缸就挂在这儿，我和老钟就经常在这抽烟。30年前那件事情，我反复回忆过每个细节。那天上午，你的妈妈告诉我，患者陆中和术后偶发室性早搏，我下了医嘱，让他一旦发现早搏频繁，就用利多卡因缓解。后来，张淑梅给他注射了利多卡因，陆中和发生过敏反应，呼吸窘迫。当时的胸外科主任休敏琪第一反应就是利多卡因过敏。虽然这种过敏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人知道，但是一旦将这件事情如实上报的话，我们都有可能会被追究责任。而我们努力了几年，终于拿到资格开展的肺移植项目，也必然会因此而终止。于是，我和休敏琪找到了药房管事曹广义，胁迫他立刻伪造一份张淑梅领取青霉素的取药单。找到了，杀了他！曹广义虽然很不情愿，最后他还是照做了。在即将点燃这张取药单原件的一瞬间，我还是犹豫了。好久不见，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相遇，我看见阳光落在我左边，你的影子在右边。当我转身